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最近法国总统马克宏去了中国，跟习近平来见面，双方说，大家过得非常的开心。但是今天有一段画面流了出来之后，大家非常的关注，这画面是不是官媒拍的？是不是央视拍的？不是哦。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会吓一跳。这个是习近平跟他太太彭丽媛原本要去接见马克宏的时候，两个人走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习近平相当的焦虑？你看到旁边人去帮他整理鞋子的时候，他手赶快拍一拍，赶快走。结果你看到他讲完这一段话之后，现在外传旁边的彭丽媛还说：“哎呀，习近平，你可要冷静一点，到底发生什么事？现在不是说要抗日吗？”结果没有想到，这礼拜六日在上海的寿司郎一开幕之后，人潮爆了，听说还要等14个小时。但是你以为只有上海吗？可怕的不是上海啊，可怕的是全中国的寿司郎，我管你新店还是旧店，竟然在这个周末都是满，而且都要等着非常的久。奇怪了，中国人是没有吃过寿司郎吗？为什么全部都把店给塞满了？现在就有人怀疑，现在的中国人是用吃寿司郎，用吃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意。这也难怪为什么习近平他会愁眉苦脸，因为现在中国在上演一场叫做寿司革命。所以世聪，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他的太太彭丽媛被人家形容什么？他说：“那个氛围跟听那个声音，跟看那个口型，习近平冷静一点点。”这画面怎么可能会在大庭广众下被曝光出来？没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央视绝对看不到的，但这也不知道是谁拍，为什么会外流这个画面？这是他要接见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的时候，你看习近平跟彭丽媛夫妇呢从门后面走过来，走到两国的国旗前面。对，你可以看到说，这时候的习近平。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一直非常紧张的样子？对，左顾右盼，然后站不住，然后下面有个人就来跟他说：“那个鞋带好像帮他绑鞋带，他就叫他滚开，走开。”然后你看他还是口这个嘴巴念有词，然后你看那边左顾右盼，焦虑，这边踱步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看他一直这样不知道看前方或看哪里的这个地方。然后后来马克宏来了之后，他才赶快来跟他这个握手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画面来说的话，告诉你什么事情？第一个。这个看起来的话，彭丽媛似乎是比这个习近平呢更加的这个稳健一点点。然后他还没问说，这个有没有这个礼炮要响起来？这样对面还回答了他一些问题。好，那为什么他那么紧张？赵我跟你讲，因为他这一次他见马克宏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马克宏在台湾问题上面接受他嘛，因为目前为止他打这个高市扫描，把高市扫描越打越高，然后美国似乎也没有站在他这边，他也跟川普打电话，川普也没有站在他这边啊，然后他在国内掀起一个抗日这风潮之后，照日本这个中国民众有没有跟？没有跟啊，完全没跟啊，反而好像全世界来跟他作对，所以他很紧张啊，很紧张的过程里面来说，这个彭丽媛跟他说，疑似有跟他说，这个不要紧张，就是这个放轻松一点，那这个对，那门打开了，这个有这个媒体在拍，这样子哈，好像要叫习近平稳下来那个状况。对，可是问题是好。这个见完马克宏之后呢，结果马克宏回去就跟习近平马上开炮，所以说习近平做得好吗？他这个真的如坐针毡啊，他站都站不稳好。为什么这样？除了他这个接近马克宏，后来马克宏回去跟他开炮之外，另外一个这个周末啊，我们就说，不是抗日在即吗？对，中国都还用这个火控雷达这个锁定了日本的军机，他准备要开战的，枪都抵在日本军机上面，准备要给你 biang 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中国民众这几个礼拜、这几天呢，也对习近平 biang， 什么 biang？ 他们排爆寿司郎，所以来说，中国民众到底他们，人家就说现在掀起一个什么寿司革命？为什么？就老习啊，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偏不做什么，我们跟你作对，跟中央政府作对。好，那你也想到这个，很奇，那只有在上海啊，你看。连日经新闻，你看他都来给他做成这个头版新闻。你看寿司郎首次登陆上海，那开业这个时候排队14个小时，因为他有两家店在这边开，对，就没想到人气暴涨，你看排队要排14个小时，甚至还有黄牛在那个地方，就没想到那你说那就是新店2家新店排爆，没有，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有71家商店，周末的时候每一家店都是人潮爆满，哇塞！而且所以就这样。大家显然故意什么？你叫我不要吃日本食物，我就偏要吃。对，你就这样，还有人在那边秀，你看寿司人，你看我点了多少啊？我们看这一张图，是有人是秀这样子的，我就吃爆给你看。我去吃寿司郎，顶多吃到这而已。是，
我就吃到这了。是，它是几人份的分量？故意啊！你看每一个人都是秀那一大堆，就说我要吃爆寿司郎。你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给习近平看。对啊，那你要说，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看到这种画面的话，你会觉得，我们不是要抗日吗？你们搞这个什么干什么？所以我来说，这些是中国大陆民众发出对习近平或是对中央政府的无声的抗议啊！而且你看到这一张图，对不对？多少人是在排？外面一大堆人都坐在椅子上。是。心想，你们是没吃过寿司啊？刚刚世宏哥他也讲了，大陆店铺有71家，对，他又不是刚刚开，是，这风潮也太可怕了。对，没错，那主要是2家店啊，双手店嘛。第一个是在上海环球港店，然后有中山公园龙之梦店2个店，然后人家就说什么，排队人潮，人家就有人说，不对吧？这是全上海人都来排队，怎么会排成这个样子啊？世宏哥，你看到这画面，对，这个百货公司里面都是寿司郎的广告，所以，这个百货公司也太大胆了吧！对啊，所以你就大吃啊，大家都在吃寿司啊，那你是怎样？你这甘冒大不讳的一个状况吗？那我想出现什么？我看中国就是有太多人的时候，就会出现代排黄牛，果然就出现了。你看寿司郎上海环球港店，你看上海首间这个寿司店的这个代排队，他跟你说，每一张单子30块人民币啊，就是说有这个所谓他们等候单的时候给你。30块要132块台币左右，黄牛出来你就知道说这个排队真的不是盖的。好，另外还有人说什么？他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上海，那这个是在杭州的这个杭州湖的这个滨银泰的77这个地方，他就说呢，他那边排队说，拿到号码牌，哇，好赞，1541号，然后现在是12点46分，就照了，你知道吗？他要等多久呢？他现在读取的号码是600多号，他是1500多。所以就不知道他等到什么时候啊？他说太难了吧？他就说我可能这个是不是今天来吃的，是不是出生时候就来排队啊？出生才来排，排得到。所以事实上他们都说不知道等多久。好，对。那我跟他讲嘛，现在目前为止，这个香港媒体也在报，你看是香港01拍的，你看这不是只有中国这个日本媒体哦，这是香港01拍的，你看01哦这样。中日关系紧张，那寿司郎上海店能爆棚，对，等位长14个小时。然后女学生说只想探寿司，不想关心政治啊！这女大学生太敢讲了吧？对啊，那你说她在敢讲吗？没有这日本的媒体去访问一个上海民众哈，对，我们那之前不是有吴世南不细对不对？好，吴世好，就没想他又问他。然后在问他的时候，他很啊，他就问他说哪个最好吃？对，好不好吃？他说这个尾鱼大腹，他还弄了 Toro， 还讲确实是非常好吃，难怪生意这么好，在别的城市都排队。在偷偷比赛哦，塞扣哦。我们之前不是就说吗？上海民众呢是最敢挑战中央，果然没有错。你看这个上海民众果然有 guts， 讲了这样一句话。好，那么这样，那大家都在那边秀嘛？你看大家秀，你看。浙江宁波，今日的这个战果，然后这是杭州，刚才是宁波，这是杭州，对不对？然后各地这是各地以来哦，那看它这个所谓杭州的这个湖滨银泰印77，这个今年4月30号就开幕了，然后宁波店是8月就开幕了哈，然后还有北京哦，这个最有意思的，在北京在天子脚下，西单大悦城的这个商场的门市在2024年8月就开幕，但是周末每一个商场都出现排爆，太可怕了，因为这种这是去年8月，是天子脚下，是北京就报给你看，对，他们也是大排队，照理说，真的假的？我跟你讲，如果你在上海、杭州那种管不到，习近平管不到就算了，在我的北京城里面，大家还是这样排队，这么多人呢？对，你是不给我面子还是怎么样？好，那我就讲，甚至连这个浙江宁波店就说，你们这个我们要严厉打击黄牛啦，维护这个所谓的公平的这个规则，你看，他就这样。还弄这样出来，他还特别贴了这个出来，是没错。到底有多少黄牛？是啊，但是问题是，大家还是这样，很多人还是买黄牛票，买黄牛代牌就去了啊。那个全中国，我就说，如果只有这个上海2家店买这个新店，那你就算爆棚，那就算了。没有，是周末大家有志一同去买爆所有的寿司郎。那我就说，这里面隐含的就可能不是说我们只是要吃寿司郎这么简单，真的是一个寿司革命。对，就是可能对中央或者对你们现在要跟日本这样，我们不以为然。好，那讲我就说，那除了这个所谓寿司郎之外呢，还有什么事件呢？在这个约莫是在上个礼拜5到现在为止来说，中国在这个上海的虹口区发生一个什么？这是居然派部队去镇压这个小区的这个民众然后那这个是什么？他们海口区的这个海军呢派出防暴人员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派出防暴人员？因为第一个
住在这边的人，正好你知道吗？他们也是海军的相关的人员，他们都是退伍的军人。对，没错。那为什么退伍军人要跟他们抗议呢？因为这样海军就说，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要收回过去你可能这个退伍的时候，我们拨了一些住宿给你，那现在我们要收回就对。那这些人就抗议啊，哎，你们当初说要给我们的这个住宿，为什么说了不算呢？但是海军要硬干，要把你们赶走。那他们用什么策略吗？他们就居然就把他们的门封死，然后把他们水电都断电。他们当然不爽啊！哎，你这样搞，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跟这些所谓的海军人员呢，跟那边这个互相的抵抗，双方就互相那边有点推挤这样的保特瓶什么都泼出来的一个状况，对不对？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有居民为了要防止这个警车还有防暴部队进入的时候，你看他就躺在车下面，对，不让你跑，不让你来啊！你看，你说他们很抗议成这个样子，那甚至还有民众说什么？哎，你们这些军人啊，你们这些政报警察怎么？你们把这个口罩拿下来啊！这个如果拿下来的话，那看你们敢不敢拿下来这样的状况。因为突然之间呢，除了这个警察人员来，还有很多剃着小平头的人就来了，就这样子啊，就有点类似像他们可能后勤部队还是什么国安单位来，不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上海人也是非常悍的。在台湾顶多看到警跟民。对，我们看到军人真的会吓一跳，结果他们是什么？直接跟军人干起来的。是，没错。谁管你有什么盾牌、什么棍子，老子冲啊！哎，没错，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一方面来说，就是军人对军人嘛。对，退伍军人跟现役军人两个就对杠上了嘛。好，你看他们这样冲突，对不对？冲突的这个画面，哎，这是在虹口啊，在上海这个地区。所以你看，他们当然对，那我就讲，这是不是也是对中央的一种反抗？就是哎，你这样中央要回收我的东西。好，那我们就讲，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嘛。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会那么样左顾右盼，或是很紧张？因为他真的不确定马克龙会做什么事啊，对不对？马克龙，哎，果然马克龙，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点点双面人的感觉。真的假的？他们不是非常好吗？去那边吃喝玩乐，对啊，笑得跟什么一样？我第一次看到马克龙笑到连鱼尾纹都直接喷出来了。习近平还陪他去成都，哎，那两个这样黏 T T 这样，呢？对，黏 T T 这样，然后你看这样大拉拉的欢迎他，然后你看在那边等的时候说，哎，礼炮有响起来吗？有礼炮吗？有，天安门这个旁边一出车门，礼炮就响起来，这样叮咛再三叮咛。然后你看马克龙来的时候，你看习近平多开心啊，马上就对握个手啊，这个马克龙啊，好不容易你来了，我现在最需要你的时刻啊，这样握手，你看大家非常的和气，对。那你看他也这样子接待他之后就回去了。你看赵和，你看他还在中国的时候到处发他的这个照片，说哎，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在法国，人人喊打。你看他这边，他终于得到了属于法国人的荣誉感。你看这么多人，哎，很多女孩子都找我拍照，对，学生簇拥着他。然后你看他在法国没有感受到的这种所谓大家的支持，你看在中国俨然是超级巨星。那你看照理说嘛，那老习就要你支持一下嘛，你就不要对我们中国这样。就没要回去之后，他马上就说他在中国，他就说什么？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我就威胁北京，哎，现在回去，你为什么不在中国讲？他现在就回去，他说，如果你不采取行动缩减中国跟欧盟之间的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的话，法国会仿效美国的例子，对中国的商品课征关税。那你真笑呢？回马枪哎！我就说，赵，我跟你讲，他真的敢对习近平这样说吗？一定没有啦，回去故意才敢讲。说哎，我警告过他，搞不好只是说老习啊，我希望你呢这个减一下这个赤字，这样就算是警告吗？没有，搞不好是闲聊而已吧。所以他现在回去姿态就变得很硬，为什么？因为欧洲人不允许他这样做嘛，你不能够跟这个所谓中国走太近嘛，哈。为什么不能跟中国走太近？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经济呢影响了欧洲的经济。对，为什么这样说？你看这个《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中国的增长就经济增长正以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他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的意思，你看他来做个小测验今年中国跟美国对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贡献谁更大？他说答案是美国，而且差距悬殊。虽然说美国有关税，但是美国，你看你所谓的对全世界有贡献，就是你的进口增加了嘛。增加了10%，对。然后在中国大谈这个反对保护主义之际，进口却下降了3%。所以也就是说呢，你都没有去买。对，没错，我大量的把我的产品往外输，对，那我赚到外汇，对，那我买的少，所以等于是说，他对全世界经济的这个贡献是拉的比较低。好，那我们跟他讲，这就是中国出口加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你看到这就是这样这里面来说，中国出口多，对，这个是零轴，对不对？这都是负的。那这是正的，正的唯一只有一个国家叫做印度，就是它出口多对印度有好影响，但是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负的。你看拉美啦、美国啦、日本啦，全部都是负，美国是负0.06%，那大家都是负。那你看为什么马克龙不能够对中国太？你看
法国在这边啊，对不对？那你看这个后面几个人，意大利，而且里面东欧、德国、最惨就是德国、西班牙，这些都是欧盟国家，所以他为什么回去就说，你欧盟啊，你给我这个，你如果要不改善这个贸易逆差，欧盟要对付你啊？为什么？你看这个数字就知道。好，那《华尔街日报》有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过去这个中国每产出1%就增加经济成长率成长1%的时候，它会拉动其他的地区大概是0.2。就是说他们是个正向关系，我升1，那你升0.2。但是现在是变成什么？中国如果是0.6升0.6的时候，其他地方会降0.1。哈，怎么翻了？反转嘞！所以就变成是反过来嘛，就是说你中国越好，你后大家都败，你败大家都后，就是类似这样。那所以你就说，那马克龙怎么办？你坏一点吧，就这样。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说，你看他这几年的时候，出口是大幅的增加，进口是大幅的减少。对。所以就是说，他目前为止来说，他就是用一种以邻为壑。因为什么？因为中国目前为止所有的商品都在跌价，它等于把它的便宜的商品输到海外去。对。输到海外去的时候，我就说，你欧洲的车子打得过中国的电动车吗？打不过啊！你怎么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你给我打不过啊！所以我就说，目前为止，全世界反而是你买越多中国商品的时候，对你经济伤害越大。好，那我就讲，习近平，我不知道他们中国到底是怕到什么程度。我们这几天他们刚刚举行他们的这个选举嘛，对不对？选举完了之后，你看这个外媒报道，因为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说吗？这个鸿福苑的这个火灾，大家都说很难过、很伤心，然后甚至他们当时是说什么？你们这些有那种反叛分子用什么以灾乱港，对不对？用这样的状况，他现在检讨谁？他现在检讨媒体，为什么这样说？外国媒体，你看，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哈。香港的国安单位部门约谈外媒就火灾报道发出警告。他说，上周六的时候，北京派驻在香港的这个国家安全机构约谈了包括《纽约时报》等多家外国媒体的代表跟记者。对。然后还说什么？官员说，如果外国记者被认定违反法律，就是你违反那种香港的国安法的话，你就会面临后果。然后另外一名官员就说，麦高公，我没有警告过你哦，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哦。太凶了吧？对呀，那你知道这是中国的这个驻港的国家单位的跟这个外媒第一次罕见的直接的这个接触，所以就是他们希望这一次的鸿福苑的火灾呢，你不要乱报哦，你不要这个样子哦，好，那你想，那就只有《纽约时报》那样报啊，没有啊，《华尔街日报》也是，《华尔街日报》也跳出来，对，你看他说约谈的《华尔街日报》啊，就这样的重要，德国之声也来啦，他说你约谈德国之声，你看他说什么？要求外媒记者自我尊重，好自为之，不可碰触法律的这个红线。所以各家媒体直接刊出，对，都说自己是独家，是我们的记者被他弄，对，表示什么？我不爽你中国，你是怎么羞辱我，是怎么吓我的，什么好自为之，我全部写出来给你看。对，没错。那你看啊，事实上现在这个中国人，你看中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那个驻港国安署依这个法约谈部分在香港外媒机构负责人还有记者这样的状况，你看他们就这样子，哇，他还敢写出来？对，他说什么？因为有外媒记者涉嫌报道这个罔顾事实、散播虚假讯息、歪曲了这个抹黑的这个香港政府的救灾的工作，攻击干扰立法会的选举，挑动社会的分化对立，破坏了香港当前的和衷共济、共克这个时间的这个氛围，没有体恤灾民的痛苦还有感受，伤害了香港市民的感情，误导了国际社会的认知。公署对此表示严重的关切。讲这么多，对，就一句话，你要报道要经过我同意，不要乱写。对，没错，简单就是这样讲。烂死啊！给你吓惊嘛，所以他就说。别说我们没警告你哦，麦高公我不会警告的哈，请你好自为之哦，这个自我尊重哦，他很明显就是恐吓你，对，所以他在告诉你什么？我就说这个就是一种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从这个他们对付香港媒体的这个作为，还有这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呢会这边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因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信心。现在好像中国很多民众对他是有非常多不满的情绪啊。廷伟，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支画面上，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因为这种画面其实不应该是被放到媒体上面来的，对，因为它就会进行这个管制哦。那特别是这种小动作不断的一个场合上，那其实也凸显出一件事情，就是说看起来习近平的神情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问题是，马克宏也不是第一次到中国去访问，对啊，他也不是第一次见马克宏，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为什么习近平在这一次当中那么的紧张呢？其实有一种说法是说，
第一个就是过往像秦刚这种可以帮他楼梯看到踩几步的这样的一个幕僚官员呢，事实上不见了，可能被整肃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旁边可能没有类似这种官员呢，可以给他一个相关的提醒。所以他会问说，哎，外面那个礼炮已经响了没？其实这种东西来讲，不应该是他问，是应该是旁边的人就要先主动告诉他说，哎，什么场合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但是显然呢，如果他听不到的话，是不是耳朵有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警讯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如果说外面大家其实都可以听得到礼炮已经在响的情况下，他会听不到礼炮吗？那就是代表说是不是已经身体上有出现状况哦？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说，今天他旁边彭丽媛看起来比他年轻多了，你知道吗？对。那彭丽媛还跟他提醒说啊，好像不要那么紧张啊，干嘛的之类的。但是彭丽媛她本身来讲，就是后面有一些官员也是他拉拔上来的，对，所以现在来讲，也有人提到一点了，就中共内部来讲的话，彭丽媛系统的一些人马，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升官的可能性，或出这个未来的这个崭露头角的可能性？对，这也是另外一种说法。那第三种说法是说，因为这个马克龙来的时候呢，其实习近平为什么那么的这个慎重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全部的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马克龙，唯一可以利用。对，那其他来讲的话，英国跟他撕破脸，翻脸了，对，翻脸了。德国也是跟他翻脸了。哦，那你说普丁来对他没有什么帮助，对不对？然后川普呢？川普在釜山来讲的话，也不见不欢而散。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那高市早苗现在跟他已经也闹翻了，完全不能见的。对，所以现在来讲，唯一可以见的、可以见缝插针的、可以用的，那就只有什么？就只有马克龙而已。对。但是问题是，马克龙来了之后，也给他排头吃啊？为什么呢？虽然带他去看什么都江堰啊，带他去全程从北京一直到成都来讲的话，事实上来讲，双方只是什么礼貌性的过招而已。都江堰那个事情更好玩，因为其实除了马英九之外另外就是马克龙到都江堰这个地方去视察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习近平告诉他一句话，说治国啊，就像那个所谓的这个治水一样，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礼兵啊，他们弄在那个都江堰之后呢，他是采用分流的方式。但是所谓什么叫分流方式？就是人民老百姓有意见的话，你要让他讲话啊。治国理政，你要按照这个都江堰。结果人家都江堰是用疏浚的方式，然后来解决那个洪灾问题。结果你习近平在跟马克龙讲的时候，说用这个方式来治国的时候，结果你把人家所有的嘴巴都封起来，包含香港这些事情，你都要叫人家嘴巴封起来。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就是说嘴巴说一回事啦，但是事实上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对于面对马克龙可能会对他提出哪些的疑问或挑战的时候，习近平可能也心神不宁，然后又在想说怎么去处理高市早苗的事情，又处理美国的事情，很焦虑，对不对？对，心里非常焦虑。而且他的军方来讲的话，可能说不定他的解放军内部有人说想要去跟日本打一仗也不一定啊。他怎么去压制这个解放军的这个部分呢？对。然后解放军内部来讲的话，现在不是都军委委员他没补齐不是吗？苗华、何卫东走了之后，这些人有没有补齐啊？所以整个心头乱糟糟，一团乱哦。还好他彭丽媛他安抚他，但是事实上来讲，应该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玉凤，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照理来说，你习近平应该要装一下，你连空白支票你都没有办法开得出来。以前你不是最爱这样开的吗？这代表一件事情，现在中国经济真的是出大问题了。我们过去常讲，他们最惨是什么？外送员还有开这种直播的。就我没想到一件事情，现在连他们的公安，连他们的法官也要开直播来带货，这什么概念？台湾的台北市警察局的警员说我要去卖我的警察鞋，跟台北地院的法官说我要卖这个法锤，这能看吗？对，过去来讲的话，只要当上公务人员，不管在海峡的两岸的哪一边，你拿的都是铁饭碗。但现在来说的话，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一下这个女直播主，其实她后面的重点是什么？她卖什么不重要，她后面是一辆警车啊。然后呢，她直播带货的这个，你看她的右上方，其实上面写的是警网。警网什么意思？你原本是用来做一些安全教育宣导比如说这些治安我们要有一个通报，但现在没办法，现在要自筹裁员，所以呢，这个女警呢直接把警用的皮鞋、警用的运动鞋直接拿出来，告诉大家
咱们用的肯定是好东西啊，你只要穿上我们这个，你也可以报效国家。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就是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经费短缺，经费短缺得要自己来筹措经费。另外这个来说的话，自己出来挣，这就厉害了。南京的法官对，南京的法官竟然也来进行直播带货，而且他用的是什么？他卖什么？是生鲜的螃蟹，卖螃蟹，这个就厉害了。我觉得这个就法厉害了。官卖螃蟹，法官卖螃蟹，而且呢，他的讲话用字遣词呢，充满了法律的深度啊。而且他这一次不是为了自己哦，刚刚这个警察同仁，他为了筹措自家的裁员，而这个法官呢，他是因为他有一个判决，而这判决呢，等于是他这个人民没有办法缴纳罚金，但他有螃蟹，所以呢，你必须帮人民缴纳罚金的话，帮那个欠政府钱的人去卖螃蟹，你必须要帮助人民变现。缺钱的话，不管你是卖螃蟹还是卖土地，反正你有东西卖，那你就可以。那这个的话就是伟大的干部了。这个是村支书，什么叫村支书？他是党在这个村里面的书记哦。哦哟，你在过去来讲的话，你在很多大陆的视频，你会看到很多村支书会怎样？鱼肉乡民啊。哦，但是这个不是，这个直接变成苹果人。苹果人不是一个形容词，他有必要这样子吗？全身上下的苹果都给弄在身上了。好，这个苹果人他是用来帮忙他们的民众卖苹果，然后这个小哥更厉害喽，他是村干部，然后呢，他要卖的是什么？卖的是柿子。对比我们的这个台湾不是有个8点档演员吗？对，挤爆橘子，他是直接用对，他是直接用他的二头肌，用他的臂膀直接把这个柿子给举爆啊！这个摇头晃脑，然后穿着这高跟鞋的，其实也都是什么？也都是村里的干部。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没钱了，没钱你要想尽办法，有农产品的拿出来卖农产品，警方有鞋子拿出来卖鞋子，然后呢，法官帮民众来变现，有什么东西就卖什么东西。好，为什么会这么惨？因为过去来说的话，房地产暴雷之后呢，整个中国人民的财富大缩水。对，其中还有一部分的人在看到房地产暴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内心是安慰的。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去投那种很大的一个投报率。你知道他们投的是什么吗？他们投的是有国资企业在后面做 backup，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稳的。为什么呢？都是 AA 加的这个债券都是 OK 的。结果没有想到他们也爆雷了，他们也出来维权了。这是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在浙金中心。它是一个平台，你在上面买了很多他们的这债券，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们没有追求暴利啊，他们抓的是1年大概收益率4到5%。对，你对比以前那种40%，你活该你被骗。现在你有什么项目可以1年回你40%，所以被骗机会很大。所以这些老百姓他们是什么？投一个债券，而这债券哪里买的？浙金中心的平台买的，收益率只有4到5%。啊，这个东西你还倒哈，而且还有国资在背后那边撑腰哦。啊，你这样子出来维权没有道理嘛？结果出来维权之后，马上就被警察给赶走。那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个平台卖的东西会爆雷呢？其实这个浙金中心里面这个投资平台很多东西里面有个祥源文旅，祥源文旅出事了，他收了很多的民众的钱之后呢，利息发放不出来，那民众当然要去维权嘛。那维权你要拿出证据啊，你在哪里买的？我在这个 app 上面啊，就是浙金中心的 app 上面买的你们祥源文旅的债券嘛。结果你看哦，最厉害的事情什么你知道吗？他直接把它给 ban 掉。我告诉你，这个是最厉害的。好坏哦！你看，一把火把它给烧掉。对。但是在数位的世界里面没有火，那怎么办？我把你下架。下架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不是只有下架这个祥源文旅哦，因为很多人还是拿了这个 app 讲说，可是它原本在这里的，它有截图，我干脆把这个直接平台也下架了，这个就厉害了吧？当直接关门、直接下架，那你就拿不出东西来啦。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浙江金融融资交易中资产交易中心，其实它是有国资背景的。对。然后它上架了我们刚才讲的 AA 加在哪里？主体信用评级，其实它就是学美国的 AA 加。真的 AA 加这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吧？对 ，AA 加是什么意思 ？AA 加的意思是什么？是偿债能力很强，违约风险很低。
啊，你怎么说爆雷就爆雷？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以为他们都是骗到很有钱的人吗？其实很多人都是小资族，他就是想要拿比银行定存再多一点点的。所以你看哦，他这个东西写了一个什么？预期收益才多少钱？3550人民币，3550人民币乘以汇率是多少？1.5万的台币。不会多啊！我就是一个小资族，我小资族把我的薪水，然后呢扣除五险一金之后投到你这个平台，你怎么还诈我？你以为他去买的是祥源控股里面的文旅，买的是兆证吗？你以为是这样，那你就错了，因为他说到底还是什么？还是房地产，还是你以为的文化旅行，你以为的文青，你以为的那一种小资，其实它还是房地产，它还是兆证。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它兆证计划这些轻轨、这些捷运就停了，所以只剩下空中的，人家讲空中的楼阁，它剩下什么？空中的捷运车，但是这个车厢没有用。可是还有一个重点，如果你相信财报，那你怎么被骗呢？财报上面他告诉我说，你看这个财务数据里面，每个都是正的啊，总共还有什么？总共资产还有595亿，我们就说它600亿好了。那你600亿，你总会拿不出400亿来还债呢？这就很奇怪了。好，重点是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他的资产，盖到一半的商场，盖到一半的捷运，你虽然估价上面你有办法透过关系把它估出价值来，在台湾这个价值是0，对，你无法产生收益的东西怎么有价值？但是呢，它是有办法，你看。画面再下去之后，你会看到这个捷运上面还有车啊，哈哈，还有车。可是你觉得它会动吗？不动，你往前动它就掉下来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你虽然估到600亿，可是第一个它能变现吗？它不能变现。第二个它有流动性吗？它没有流动性。所以你说刚刚那些维权的人可以得到什么？其实恐怕什么都得不到。国正，现在中国人民也太惨了，小小的投资就被玩成这样，结果你说现在。中国它要搞一个更大的，所以中国可能会发生爱国心被割韭菜。你明明是爱国，拿了大量的钱去投资所谓的中国辉达，可是你现在才发现，它后面摩尔县城的投资人其实以前就是专门割人家韭菜的，好坏哦。对，这家公司其实真的非常的传奇，号称中国辉达，所以上市第一天才114块，结果一天就涨了425%。那这一家公司一下子成立才5年哦，市值已经达到388亿美金。换算台币1.2兆，5年的时间等于跟我们比广达还要多，跟富邦金差不多的一家公司。那所以英国伦敦交易所跟彭博的数据去算，这是中国2019年来超过10亿美金的大型 IPO， 涨幅最多也是涨得最凶的一家公司。可是这家公司赚钱吗？其实它只有创办人跟辉达是有点关系，曾经当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10年。对，那号称是中国唯一能够盖工人对标辉达公司，号称推出一个叫 Moza 的架构，然后可以做 AI 图形啊。但是网络上人家去实测它的功能其实跟辉达的绘图卡的晶片，就打电玩的晶片功能差不多，甚至有些游戏还跑不动。那真的赚钱吗？涨这么多，它真的赚钱吗？那我们把营业额拿出来看，成立5年嘛，2022年其实才做4000多万人民币。去年做4.3亿，那今年前3季做7.85亿的营收哦。那如果你把全年算下来，顶多做10亿人民币嘛，亏了钱，亏的是吓死人了，亏了18.9亿，是7亿、16亿啊。今年前3季第3季就亏了4亿多，等于今年1年下来要亏10亿。做不到10亿的生意，亏将近20亿，等于他亏的钱比他还要多。那你对标辉达嘛，涨得这么凶，这市值已经1.2兆嘛，我们把辉达跟他算嘛，辉达1天的营业额啦，因为不要跟辉达比年，我比天就好。辉达1天做6.33亿美金，他才做1年做7.85，等于他要做4年才辉达的1天。所以国珍也难怪我们制作单位很努力哦，把这个摩尔县城的说你到底做了什么，我们去找一大堆。只有这一种宣传片，只有这种吹的，你到底拿出了什么？难怪你亏了那么多，你把你的成品拿出来啊！之前有美国的工程师去测试他绘图卡啦，不过因为时间有点久，我们就不要拿出来笑他。那时候人家去测他的时候，游戏还跑不动，但是过了2年，我就不要再去拿这件事笑他了。那更惨的是，他现在大股东因为都发财了嘛，大股东就被
挖出来。这李峰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专门割韭菜的高手，利用爱国心或流行的潮流在割韭菜，所以现在就被翻出来。2017年中国在流行什么区块链技术，大家都在传区块链，所以那时候李峰摩尔县城的创办人之一李峰就跟李笑来号称中国的比特币首富，还有薛蛮子是中国的知名的天使投资人，一起搞了一个区块链推发行叫马勒戈币啊，马勒戈币，那个币就用区块发音要标准，马勒戈币马勒戈币，它还过广告叫什么土豪的币，因为中国很有钱嘛，所以你用虚拟币可以去买他用区块链发行的币，他就去收资金发币。后来中国政府一看到叫马勒戈币，翻脸了，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名字，而且你还要审验，所以他后来就改名叫做人类史上第一个用区块链的现代艺术品，叫羊驼币。简单的讲，草泥马币。对，一个草泥马币，马勒戈币。好，下一个。然后结果那时候募了钱之后，因为中国政府发现这是吸金嘛，吸金还被人家揭穿什么？你的分配你的利益分配竟然要100年后，10%，100年后，2011年才要给人家发。再来，团队是假的，什么 CEO 啦、执行长啦、技术长啦、财务长啊，是博士海归投行的人，结果根本没这些人，结果前5000枚的以太币收一收之后，人就跑了，借口就说坏蛋，因为中国的什么营监、政监这些人管，他说跑了，李峰5000枚就不还了，不还之后，现在摩尔县城大涨，比广达跟富邦金还要大了，公司一出来就有人拿借条出来了，就说这家伙还不止割韭菜，还欠钱不还，是道德问题哦。这个叫徐明星，中国区块链教授教父叫徐明星，他说当年他跟他借了1500枚的比特币，还有借据徐明星、宇方、李峰，还有见证人，双方约定说你2017年要还，不然你就拿你名下资产来还。结果他就赖着不还，说什么你是投资，投资哪来的借条？你明明有签借条，当然你名下没资产，你就要不到钱嘛，所以到现在不了了之。你知道1500枚是多少钱吗？现在是1.35亿美金啊。不过没关系，因为中国人民已经替李峰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什么叫解决大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摩尔县城号称中国辉达吧，要跟辉达有点关系，所以114块。总共发了7000万股，你知道有中国人多少去签吗？都希望中国能够有 AI， 中国有辉达嘛，所以有482万人去抽，1万个人就有3.6个人可以抽得到，大家捧了大笔的钱，就把它追到600块，等于全中国人民拿钱去把它拱高上来。所以如果用张建宗跟李峰的钱一算，张建宗跟他一样都是联合创办人，12%股票，他现在身价已经达到300亿人民币了，300亿的身价，5年还没赚到钱，有钱呐，5年都没有赚钱，什么产品也没开发出来，只有那个影片，还有之前人家测试的影片。结果他只搞出了这些事情，更惨的是，它里面还有很多人割韭菜。有一家公司叫沛县前药，它很神奇它用1块就可以认到摩尔县城的股票，认了190万点48股，它的公司的资本才一样，就是同样的钱，竟然赚了多少倍？你知道吗？6262倍。很惊人这叫割韭菜大赛。一个没有赚钱的公司被捧成这样，更有趣的是，连梁文峰 DeepSeek 梁文峰也进来，他也超过，他也赚到钱了，他也分到股票，1万个人只能分3个人嘛，结果他竟然分到了700多万，一赚4倍，赚了2900多万，也赚了4倍，大家都赚在一起。赎货回来告诉大家。瑞银集团怎么说？其实这家公司股票会涨，靠的是什么？中国人爱国嘛，跟政策嘛，没有赚钱，所以小心大家被割韭菜。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